Dr. Orange，嗯，自从你的 YouTube 马甲被你的周围的人发现之后，你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录视频了，你是不是社死了？不是社死，我最近在忙装修的事情。大家知道，这半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像疫情的二次反弹、通货膨胀，还有供应链紧张。现在装修，请一个师傅随便做一些厨房还有浴室的装修，都需要好几万，而且装修的材料也是暴涨。之前一根 two by four 是4块钱，现在一个 two by four 到了6块8，所以我只能亲自下场 design 自己的 spanner 开始装修。这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的来信，他们问我各种各样的关于 IT 行业的一些问题，其中呢有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我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首先呢，很多同学问到 Instant Cart，它最近要准备上市了，它还能不能去？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Instant Cart 通常会在你的 offer 里边加一个 clawback 条款。这个所谓的 clawback 条款呢，就是在你入职1年之内有这个 option 可以终止你的合同，然后把这一年所 vest 给你的股票全都拿回，是白拿，而不是 buyback，不是买回。所以有这个条款，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而且 Instant Cart，据我所知，它目前的状态是估值缩水，之前40个 billion 到20个 billion，估值缩水，现在投资人不是很有信心，希望它赶紧上市。最终它的路线有可能就是像 Uber 一样流血上市，说我不管怎么样 whatever 是不是盈利，我就是要上市。我已经听到了有一些同学就是被砍 Instacart 通过 clawback 这个条款拿回了他们的股票。大家去 Instacart 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 offer 里边到底有没有 clawback 这一个条款。第二个问题，我经常遇到的同学们来信问 Facebook，也就是现在的 Meta，它还能不能算作是 Tier One 的 IT company？我们知道 Facebook 在它的加密货币这个 idea 流产之后，国会听证会没有通过之后，它 all in Metaverse，就像它当年所 claim 的 all in AI 一样，它这一次再次义无反顾的 all in Metaverse。但是 Metaverse 这个概念何时能够落地，这一点华尔街好像并不是特别看好。从它的财报来分析呢，它业务过于单一，这就导致了它今年3、4月份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腰斩，很多那个时候入职的同学的 total compensation 可能已经缩水了40%或者到50%。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点，Meta 它这种公司，它本身它的 CEO 就是它的创始人，不像其他的某些老牌 IT 公司，它的 CEO 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通常不太会关心这个公司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创始人呢会把这个公司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不会轻易让它衰落下去。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对管理层有信心。还有一点，Meta 它拥有一批 technical 很 strong、很 senior 的人，同时它的 infrastructure 也是世界一流。比如说像大家耳熟能详 Hip Hop VM，像 Bug 这种 build system，还有像 Sidebar 是一个全局的 control website 的 configuration 可以做 Canary and experiment 的一个 platform。同时呢，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All Flash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它可以用这些 infrastructure 转型去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它也可以卖菜，即便像 social network 这个概念逐渐的衰落的话，它也可以用它的 infrastructure 还有人才去 build 其他的东西。所以在我心目当中，Facebook 永远是 Tier One 的这个阵营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参加一个 online 的这种天使投资轮的这种线上的 social 的时候呢，发现很多 VC 和一些不知名的吧，二流的、3流的、18线的 VC 和天使投资人，他们对 Facebook 抱着还比较大的恶意，他们说特别受不了 Facebook，然后希望赶紧能出现一个新一代的这种 social media，然后能把 Facebook 给颠覆了。当他们然我不知道，所说的是 Snap 吗？不是，他们也没有说 Snap，只是他们就说他们在寻找想要投这样的一个新的爆炸式增长的这么一个 app。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 Facebook 它现在有很强的这些技术上面的积累，就是说它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积累去做、去转型去做，但是转型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投资人看的是它的增长点在哪里，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价可能已经反映了它目前的这些积累了。它这个积累不是说现在才被人发现，而是过去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 price in 了。那它怎么去找到它新的一个增长和爆发点在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是 unclear 的感觉，就是你说对，就是说它可以去转型去做 A B C D，可能就选择太多了，但并不知道哪个是他真的要去做的。他之前不是疯狂的收购很多小的 startup， 对吧？他收购各种有热点和概念以及有爆点的这些东西，就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你觉得他能找到这么一个新的增长点吗？还是说它会逐渐变成一个它确实有技术积累，但是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Too big to fall。历史上像雅虎、像诺基亚也是当年的庞然大物，突然说倒就倒。关于他如何选择哪些方向，这都是 Zuckerberg 他需要 worry about。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讲，
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个能够给你 competing offer， 同时愿意出大价钱雇佣你去做那些technical work，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好事儿。对，但是我看到现在它股价跌得惨的时候，不就有很多人说现在是适合热身套利的时候吗？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他觉得它股价还能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回到它的风光的历史高点。对，就像我之前所说的，Facebook 是少数的创始人仍旧 serve as CEO 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会把这个公司当做他的孩子，而不是像那些职业经理人把这个公司就当做一个套现的机器，他会想方设法去救它，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包括前几年16年的时候，它的一些 credential security 的 hole， 然后导致的股票崩盘，包括之前它最开始上市的时候经历过崩盘，大家质疑它的盈利能力，但是这些都最后 being proven they are wrong。Zuckerberg will try his best to save everybody。第三个问题我遇到的，大家经常问的就是 TikTok 能不能去。TikTok 呢，最近换了一个 CFO， 是法律背景的，听起来要冲击 IPO 了。但是呢 ，TikTok 本身这种公司的架构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司架构。这种架构呢，就是中国是 headquarter， 然后美国硅谷，比如说硅谷或者其他地方作为卫星城市 branch office 这样的一种的开发模式。之前呢，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他希望抖音和 TikTok 独立开来。TikTok 呢，作为美国的这样一个独立品牌去运营，他招自己的独立的人，他招不光是中国人，并且有其他的种族的 diversity 的engineer 去 develop 他的这个 product。但是这个策略呢，现在听起来不是很成功，因为这个闭环的 assumption 之一就是 TikTok 它的 growth 能够超过抖音。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这经济体量的像庞然大物一样的骤然崛起，从体量上来讲，海外的这个 TikTok 能不能超过抖音不好说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有一个独立的品牌 TikTok 独立上市，在美国上市，这个本身也是看起来是遥遥无期。TikTok 本身它代表了这种新的公司形态，它和 Zoom 不太一样。Zoom 是总部在美国，比较 senior 的人在美国，在这边做 design， 把那些边缘的 testing 还有 sales 都外包给中国，以节省成本。TikTok 它是不一样 ，TikTok 它是双核，双核就是说国内有一套人马，然后国外有一套人马运营独立的品牌。随着现在国外的这个团队逐渐的被缩小，变得不重要，国内的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我听到大家 complain 的就是说，每天晚上要和国内的人这些 sync， 而且国内的人的工作 work-life balance 要比这边要差很多，而且他看到你美国这些员工拿到那么多的 total compensation， 他也觉得不公平。而且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国内的 internet 和美国的 internet 技术上的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小。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每年发表在顶会上的这些 paper， 在这些大公司阿里或者是 TikTok 或者是腾讯、百度，他们都有专人去 summarize 去总结、去跟踪。所以从技术上的差距来讲，我并不觉得，比如说我在硅谷，在某个大厂工作了4年，我一直 level 4，我在其他跳到国内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它能给我一个 level 上或者 total compensation 的一个很大的提高。如果说这个是2015年的话，他可能认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厂的一个 senior 或者是怎么样，他还比较认你这个 title。但是现在由于这些大厂也扩招 title inflation， 他可能知道现在的这些 senior 并不如之前那么值钱，并且像刚才所说的 technical gap 逐渐的缩小，所以也导致了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这些国内的公司，你可能要 work-life balance wise 要向他们看齐，然后你晚上要跟他们一起 think， 而且他们那边国内是有最大的话语权，说如何去做，怎么做，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然后多长时间完工，然后会不会有这种赛马机制。所谓赛马机制就是2个组做同样的东西，最后 compete， 谁赢之后就采用谁的方案，输了那个组可能 performance cycle 就不会很好看。听起来这赛马机制，可见这人力成本在资本下边多么便宜，在国内居然能够同时配2个组，然后做同样的东西。国内的 IT 行业的一条原则就是说，把女人当作男人用，把男人当作牲口用。关于中美之间这些大厂的技术差距，还有是否回国之后国内的这些大厂会如何对待硅谷回来的这些技术人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请在下方留言，我会单独出一期节目。回到装修，我是因为市场上找不到靠谱的师傅，所以我只能自己下场去自己撸起袖子干。但是在10年前，同样有一个公司，因为在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 database， 所以自己 build 了一个 database， 它的名字就叫做 Spanner。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 Spanner 它的前世今生。我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互联网，大家可以从Spanner paper 或者是 Spanner 的一些网站知道它的一些 background。大家知道 Google 是靠广告盈利，之前的广告组它所使用的数据库是 MySQL，
我们之前的几期节目也谈到，它是那种 scale up 的代表，数据集足够庞大，导致一个机器装不下，它就把它分别存到不同的机器上。存到不同的机器上，有的时候还需要存到不同的数据中心，存到不同的州 continent across the world， 保持一致性。Spanner 要解决的问题，如何保持这些副本的一致性？因为MySQL 毕竟是开源的东西，你最开始上手比较快，但是之后有一些高级的功能它并不支持。举例子讲，我希望读一组副本，它是 consistent。像这一类的问题，在 Google 的这种 scale 下，如何去达到，这本身是一个非常 challenging 的问题。Paper 它本身涉及到了 Google 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我 assume 大家对 Google File System 它的之前的三驾马车会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我也会 briefly go over。数据集足够庞大，它做 sharding， 然后每个副本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但是副本之间呢要保持一致性，保证user 在做读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一致的 consistent 的这么一个副本。学过 distributed system 的同学知道，兰帕德锁还有 vector clock， 通常解决这一类问题呢是用 vector clock。具体举个例子来讲呢 ，out of the context， 比如说你写一封家书，你有几个兄弟，你给你的兄弟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这是我第3封家书，我在收到你第5封家书的时候，我写下了这封信，你把这个 message 送给了你的其中的一个兄弟，这个兄弟拿到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当前我收到的这个 message， 它的序列号是什么，你发出的这个书信它的序列号是什么，这样通过序列号的这种方式，能够确定 message 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还有之间的顺序。但是这种沟通的方式呢比较低效 ，assuming 你有 thousands of messages to manage， 你不可能就是 work through each of the message chain 去 figure out 整体的一个 global order。这个时候呢，谷歌提出了一个方案，能不能提供一种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顺序，的的确确就是我们所能观察以上帝视角观察的顺序被记录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运用之前我们所说的兰帕德锁或者是vector clock 这种沟通的 communication overhead 可能是过高，所以呢 Google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使用一种比较昂贵的技术叫做 True Time。True Time 是 based on atomic clock 或者是 GPS 这种比较 expensive 但是非常精确的时钟技术来 build consistency algorithm。Atomic clock 就是有一些重金属，它的衰变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它是能够非常精确的记录这个时间，所以你可以把它认为是 True Time， 真正的以上帝视角能够观看到的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 True Time 观看时间，有这个 True Time 上帝视角时间，它是能不能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 manage consistency 或者是这些 sequence 呢？ Google 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的。一条重要的核心的思想，它把 commit order 和 True Time 连接起来，它以 True Time 的 order 去决定你的 commit order， 这 commit order 之间呢是 respect 这个 global True Time。 关于这篇文章的分析呢，网上有非常多的解读，包括如何去做到Lock-free read with external consistency。 这里边 external consistency 指的就是上帝视角，这个事件发生的顺序的的确确被正确的所记录到。 external consistency what is lock-free？ 问题能简单的解释一下怎么 implement true time 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是说有它怎么有 atomic clock 还是说没有 atomic clock？ 我就是问的是它具体是怎么实现 true time。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有这个 true time， 所以在它整个 database 里边每一个 transaction commit 完了之后得到的这个 commit timestamp 就一定是 true time， 所以的话你能知道哪一个是先被 commit， 所以你有一个 global order， 对吧？但是怎么 guarantee 它 return 的这个 commit timestamp 一定就是 true time， 它是怎么实现的？就是 touch 到这里边它所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 bounded uncertainty。Atomic clock 或者 whatever digital device， 它可能和真正的绝对正确的这个时间它有一些偏差，我可能偏差，但是我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如果我能保证它最后在 commit 之前我做一个 commit wait， 这 commit wait 也是 Spanner 提出的一个 term， 我在等待直到这个 unbounded 这个 period of time 过去之后，我们 make sure 就是说 nobody happen after me 或者 nobody happen before me， 保持这样的一种 sequence。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True Time 它其中重要的 implementation detail 要有 commit wait 和 bounded uncertainty。True Time 给了你一个时间戳，然后这个时间戳呢加上一个 epsilon 代表从 True Time 它给的你的这个时间到 epsilon 这段时间，它最多是这段时间，它不确定是否有其他人和你竞争。如果你等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它就 make sure 你肯定是在 somebody else 前面，或者是 somebody else 肯定是 finished 了，然后你才开始了。
我的问题是啊，可能我对 TrueTime 理解不是很深刻。比如说我在这个 database 里边做2个 transaction，然后呢，它结束之后给了我2个 commit timestamp，然后我只要 safely 的去比较这2个 commit timestamp，我就知道谁先被 commit，因为它 return 给我的这个是一个 TrueTime，但是它怎么能保证它 return 给我这2个 timestamp 就是 TrueTime 呢？我可以去进行比较呢？我的问题是这个。如何就比较 TrueTime？如何保证他们 TrueTime 就是有 bounded uncertainty？他给你一个 TrueTime，他可能和真正上帝视角的那个 TrueTime可能有一定偏差，但是他把这个偏差也告诉你了，最多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最多是6 millisecond，你去做 commit wait， 在 commit 的时候，这它 built-in mechanism，Spanner 在 commit 的时候考虑到这个 uncertainty， 他去 commit 的时候，他去 intentionally 去 wait 6 millisecond， 去把这个 bounded uncertainty 这个 period of time 让它过去之后，去等它完了之后去 commit。Bounded uncertainty 就是不断的去跟这些原子钟或者是 GPS 去 talk， 收集一些 sample， 比如说我上一次校对的时候是多少多少偏差，然后它计算一个 drift， 所谓 drift 就是说我这个 clock 它每秒它比真正的时间要慢多少，在 paper 里边他说的是200 microsecond per second， 就是说它每秒当中这个表比真正的 true time 要慢200微秒。你不断搜集这个样本，你可以 plot 一个 CDF， 就是说是一个分布，就告诉你，在这种网络环境下，在这种 cluster 的 setup 下，在比如说我有一个 atomic clock 在德州，然后我去跟它不断的去 talk， 以它为准。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个你的 unbounded certainty 在这个 setup 情况下是6 millisecond， 它这个6 millisecond 就 build in 到它的这个 spanner commit 机制里边，它在做 commit wait 的时候，它会 wait for 6 millisecond until he can safely commit。他 wait 的话就只是等一个 uncertainty， 就是说把这个他不知道在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其他人也是比我先开始的，但是这一刻 commit， 或者是有其他人在我之后开始的，但是先拿到了一个 timestamp， 他写着是比我快，但实际上他比我慢。他等了这个6 millisecond 就确保这些uncertainty 都 resolve。那它是按照 sampling 来做这个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概率问题，也就不是 100%。就是它的 clock， 如果你把它 assume 它是一个 functional digital device 的话，它是统计上的 distribution 还是有说服力的。这个 clock 它可以那种回流，它这个表开始之后，它的时间是往后退的。像这种就是在 Spanner paper 里边，他就说 we assume it's a functional digital device， 像时间回流的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并不考虑。那他有告诉我们这个 true time 它的 accuracy 是，比如说它是%多少吗？根据它的统计，或者说有多少？从这个 paper 讲，90 percentile epsilon 是0 ，99 percentile epsilon 是6 millisecond， 然后95也是就是 somewhere in between， 就是说 the worst case， 如果说99 percentile 是 worst case 的话 ，worst case 是6 to 4 millisecond。今天蒙老师也是有所得，然后他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我们如果眼倦沉思，这个 paper 对于 database 数据库方面的知识给我们到底有多少呢？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里边所提到的 two-phase commit， wounded wait 就是伤停等待 ，etc. 这些我们 we understand this completely. We have been studying this for years。解释一下 two-phase commit 给大家。two-phase commit 它分prepare and commit 2个阶段。prepare 呢先 acquire log， 然后拿到锁之后写 log， 写这个 Red Hat login， 然后呢所有的 participating 的 party 多少个不同的 split shard 都 agree on，OK。we can write，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发的 commit。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一旦 prepare 成功，它必须 commit，there's no way back， 只能是 prepare abort。它一旦 prepare finish， 然后 everybody agree on commit， 它必须 commit， 即便这个 machine crash 了，它 reboot， 然后 recover 之后还是要 commit， 它只能 commit，there's no other way。哪些情况它是 two-phase commit， 哪些情况它不是？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看这个 paper。如果是 single split， 如果是 single shard， 它是 one phase commit。如果是 multiple shard，因为要有一个 leader selection 选主去 figure out majority 是否 agree on commit， 这个是 two phase commit。还有一种还是 interleaved， 它好像可以 avoid two phase commit， 但我还不太记得。Anyways， That's very good。如果从一个真正的 technical paper 的角度上来讲，它这个 paper 如果不是从 Google 这个 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出来的话，我觉得它不会被 OSDI 所录用，因为呢它的 evaluation 这一部分呢非常的弱，以至于弱到只有关于 true time 的一些讨论。我读这篇 paper， 我对数据库系统并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但是反而我对 true time 有了更深的认识。给我感觉就是 Google 在秀肌肉，它在说 show off， 就是说 OK，I'm rich，I can buy any expensive technology I want。有关于 evaluation 这个部分，它完全可以说为什么像 vector log，不能够 achieve 这个 scalability。之前看过我们的频道的同学们肯定也知道，像这种 research， 它如果把它分类的话，它属于用一种新的 technology。解决一个老的问题，像这种 paper 的话，它一定要和老的 technology 做比较，这样才 fair， 而且它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比较。比如说我用向量锁这种
机制去解决，它在什么情况下它不能够 scale。他所说的6 millisecond 这个 worst case 是在支持一个什么样的 rewrite transaction rate， 像这些他都没有讲，我觉得这些他也并不是特别的 sensitive， 他为什么没有说？所以 Google 的这些 paper 有些他把它当做 sensitive material， 它移出的时候这一点我觉得本身就是可能有失偏颇。很多 Google 的一些 technology 出了 Google 之后应用的并不广阔，就比如说像 atomic clock， 有多少人能够 affordable 去 buy atomic clock， 还有像你的数据的 footprint，本身一个企业当中，它的数据 footprint 很有可能就是被几个 machine 或者是几个 cluster 所包含了。现在真正所需要这个 geo-replicated database 的场景有多少，这些都不清楚。我觉得如果我是文章的审稿人的话，我觉得这篇文章被录用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它有一句名言 ，known unknown is better than unknown unknown。这句话的意思，那些已知的未知永远比那些未知的未知要好。这句话的原点其实出自于 Donald Rumsfeld， 美国最年轻的一个防长和最老的一个防长，都是他，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在说防长，对，就是国防部长。哦，这个人他在 invade Iraq 的时候，他说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就说了这句话。那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没有，我们希望把这个并不知道的没有变成了已知的没有，他就用这个借口去打了一场战争。这篇文章是2012年的最佳论文，关于他之后有哪些其他的关于 Spanner 一些文章，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列出来。关于 Spanner 产生了哪些工业界的影响力呢？首先，谷歌的 Cloud Computing， 它的云计算的主要策略就是把谷歌的这些黑科技，不但是谷歌内部能够用，而且谷歌外部的一些用户也能够用到。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 Google File System、Colossus， 还有像 Spanner， 这些呢都被产品化，让他们能够上云，让能够使用谷歌云的这些用户的去用他们这些产品。这一个产品好不好，你不能光是说哦，我是2012年最佳论文奖，我就要拿出来把这个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看它到底是能不能 service real world customer need。它的 external 影响力就是它所提出来的这个 external consistency， 这种上帝视角的 consistency， 引发了一批 geo-replicated 跨州跨 continent 的 replication 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是一个电商，在双11的时候我有大促。但是我这个双11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北京双11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那边刚结束，可能有一批 transaction 要从北美的数据中心要移动到北京的数据中心，然后这些跨州跨 continent 的这些 transaction 如何保证它的 consistency，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需求点，引爆了 geo-replicated database 这样的一个 space。第三呢，它产生了很多的 follower， 比如说像 Cockroach DB 都是仿照Spanner TrueTime， 不管它是 software TrueTime 还是 hardware TrueTime。Build on top of TrueTime 这种上帝视角的这种时间戳技术的数据库厂商，这些数据库厂商也试图复制 Google 的 Spanner， 看他们能不能从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但是我对第三类的就纯复制的并不是特别看好，因为大家知道 Google File System 它在开源界它就叫 Hadoop， 也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 Cloudera Build on top of Hadoop 生态 Hadoop、HBase etc. 都是基于 Hadoop 这种 master follower这种计算的 paradigm 去展开大数据的分析。Cloudera 这个公司在前几年可能还是比较 popular， 大家可以想一想，它潜在的用户都是谁？这些互联网大厂是不会花钱去买基于 Hadoop 的这种 technology， 他们有自己的人才，有自己的团队，能够直接运行这个 Hadoop 开源的这样一个 solution， 或者就更有甚者，他们自己 build 自己的 solution。大的这些 financial institute 这些银行这些机构，他们也不会用，因为他们 data 是不能上云的。是必须有一个内部的团队去 manage， 他们很有可能就自己跑一个开源的就够用了。真正他们能够争取到客户，就有可能是一些传统企业 IT 化、信息化这个道路上走的这些传统企业，比如说像 Pizza Hut， 比如像 Wayfair、梅西这些传统的零售商，他们有可能争取到。所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个 market 有多么的残酷。像基础软件 file system、database、network、OS 基础软件这个市场，如果你没有10年的积累的话，它很难积累一批很有影响力并且是有付费意愿，并且有这个付费能力，能够支撑你的 revenue， 不会 crash 你的 balance sheet 这样的一些公司。王老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你得结束。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